亲爱的交易员们，大家好，今天是3月16日，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内的走势。今天明显是一个跳空高开之后的一个高位震荡区间的盘形。当然，我们是在盘整体走出来之后，发现了明显的上下边界的。在盘内，其实我们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因为它是一个跳空高开之后的连续阳线起步，所以我们差不多在什么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震荡区间呢？差不多在这几根回踩 EMA20，包括到前期低点有一个明显的反弹之后，我们差不多确定这是大涨大跌大疑惑的一个盘内震荡区间的行情。不过也有可能从这儿反弹之后是一路上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确认一个震荡区间，只是说让你在前期的做法方面可以有大概一个概念，但是你时刻要保证止损比较及时。一旦这形成一个单边趋势之后，比如说超出前期高点之后的连续阳线，还是要继续做跟随单的，而不是在这个 boundary 去做这个反转。那有同学就可能会问我了，如果说不能特别早的确认这是一个震荡区间行情，那我们怎么做单？我们如果不知道这是一个震荡区间，更别提上1/3做空，下1/3做多了。OK， 其实这个也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我可以用我自己局内做的单子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这里我看到连续阳线起步，我就直接去做了一个多单，而这个多单我入场之后看到了在这儿有明显的迟疑，加上有比较大的 overlapping， 这里我就草草的实行离场了。当看到连续这个下跌的大体积阴线之后，在这里我又入了这个空单，目的是非常笃定这一次与 EMA20 的一个互动，必须先踩到 EMA20， 所以走了一段空单的小的盈利。我说这个并不是想说我多牛，或是我能看清楚这个走势，只是说当我们确实不清楚这是一个震荡区间走势，还是一个趋势的回踩或怎么样，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幅度的跟随单。这个跟随单，你如果做 future， 你可以简单的下单，给定一个小的止损、小的止盈，类似做 scalp 去做一个小的跟随，或者就直接用一个 measure move， 就前3根阳线实体的体积向上翻1倍。如果你从这儿进的这个阴线，可以2个实体阴线向下翻1倍，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小的跟随单。如果你是做日内的这个摩尔期权，你可能不应该去博一个买方期权，可以选择用卖方期权去跟随一个小的范围的有可能会随时反转的这样一个盘形的单子。所以我说这些目的是告诉大家，当震荡区间没有那么清晰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小范围的跟随单的。不过当我们看到这里在明显前高处左右有了一个阻力位，并且它是几次，你可以把它当做3次挑战或者头肩颈 whatever， 这个名称并不重要，只是说你看这个盘内的价格行为的这个结构，它是有几次向上突破，然后皆以失败告终，这状态是大的阴线向下探底这种状态。在这里你就差不多知道了，这应该就是一个明显的震荡区间走势，因为它在上1/3处给了更多的做空机会，我们明显就可以在下1/3处，如果再到这个附近范围去等待一个做多的机会。在哪里做多？不要在刚大阴线拉到这个位置就开始选择做空，因为你不清楚接下来走势会不会进入一个主趋势反转的向下这样一个通道。所以在哪儿？在这2根十字星线，因为十字星就是一个震荡区间小震荡区间表现，十字星你很可以做一个跟随单，跟随什么？突破哪边做哪边。所以你看后续有太阳线开路，你也甭管它是不是在 EMA20 之上之下了，因为震荡区间这个 EMA20 的阻隔作用就没有那么强了，你就直接从这儿入手一个多单止盈位置挂在一个前高处。当然，因为它开大会引起的惊喜阳线，今天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我们也并没有得到市场这部分的馈赠。在前期的30单，我们就得到了比较好的盈利了，我们就已经离场了。其实这些我们系统都有一定的反馈。这是早盘的9点45的一单，它虽然入得很晚，但是基本上确认这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如果你在这里选择一个做这个通过卖
看跌期权，你还是可以收到不错的收益的。第二个稳稳拿到这个做空，这个像我说过，它一定会跟 EMA20互动。至于在哪里去结算，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 measure move， 也就是2根实体阴线的体积翻倍，所以这一单是很好拿到的。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日内的一个盘形，没什么好说的，都是震荡区间标准的上下边界的反转单盘形。所以一般来讲啊，这种动力会慢慢消失，会在明天选择一个既定的方向进行突破，或者继续在这个范围震荡。类似于这种日子啊，我们不要太期待有大的波动在尾盘。今天这纯属是一次惊喜 K 线，所以我建议在这种日子里，你在早盘的时候就结束战斗，把该赚的钱赚到就 OK 了啊！不要在尾盘再花那个时间继续盯盘，没有任何意义。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大盘日线的走势。我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在这个震荡区间下沿，一旦进行了这个测试之后，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在这里买入，而不是在这里卖出。所以我给大家上周留了一个口号，说我们看看啊，我是被验证还是被打脸。今天果然大盘就涨了。而且涨了差不多有1%，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就像我说的，可能是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但这并不影响一些最基本的规律，在一些盘面上的展示。比如说这个震荡区间下沿的这个反弹效应，我当然不知道这里的反弹力度会有多少，有可能是直接几根太阳线直接上到120之上了。或者是摸到120再继续拐到向下，这都有可能，甚至2次探底再次拉一个大反弹都是有可能。我只是说，当每次遇到这样的比较明显的震荡区间下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概念，它会迎来一个短暂的技术性反弹。这次好像是收了一个 inside bar， 也就是说不那么清晰的下一步走势是哪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inside bar 其实是一个小的以自我为边界的一个震荡区间，所以如果就是突破哪边买哪边，如果是突破上边界呢，我们就继续在近期看多；如果是突破下边界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测试一下这里的前低，或甚至是整个震荡区间的最下沿，这都未尝可知。但是我个人并没有完全看坏大盘。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震荡区间行情，并没有像他们大部分人讲的鬼故事那样是一个崩盘的前兆。OK， 这就是我对盘面的基本了解。喜欢我频道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我的 Twitter， 欢迎使用我的这个 Price Contest 工具。